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，阴间虽然从没当过主角，但却也是极为重要的存在，因为阴间乃是构成这片世界最关键的一环。天、地、人三界，其中地界指的就是阴界，阴界是亡魂所处的空间，与人界是一种循环的关系，而天界独立于外，能去天界就代表脱离了生死轮回。天界有玉皇大帝及一大帮神通广大的神仙坐镇，以维持天界乃至三界的秩序，而人界也有人王和文武贤臣统治，阴间自然也有维持秩序的统治者。而这里主要来看看统治阴间的最重要的5尊大神。第5位，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菩萨是佛教4大菩萨之一。据《占察善恶业报经》所说，地藏王菩萨在无量无边劫以来修行，早已达到佛的智慧海，功德已圆满具足，早就应该成就佛的果位了。但地藏王菩萨发愿要度尽一切众生，所以引其真实功德，以本愿力和自在神通，到处现身说法救度众生。故楞伽经说，有大悲菩萨永不成佛，并非因为程度不够或者懈怠修行，而是以大悲愿力度化众生。所以功德虽然与佛齐等，却不现佛身，始终以菩萨身度脱最苦众生。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据说这与地藏王菩萨的母亲有关，他母亲因行邪道而入地狱，孝顺的地藏王菩萨在早年曾几次深入地狱救出自己正受苦的母亲，而在这期间他见识到地狱的苦难，故而才心生怜悯，要解救地狱的众生。不过想要渡空地狱似乎有点难，尤其是现在的这种环境。第4位，酆都大帝。酆都大帝乃是东岳大帝的部下，又称北阴大帝、北太帝君、酆都北阴天子，属于统归五岳大帝管辖之下的阴间最高神，也是道教尊神中的5方鬼帝和10殿阎罗的上司。他的职责是统管酆都之下的罗峰6天的6天鬼神，据说是紫薇大帝在幽冥化身。第3位，后土娘娘。后土娘娘又称后母，源于母系社会自然崇拜中的土地与女性崇拜，全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帝旨，是道教4御中的第4位天帝。她掌阴阳，育万物，因此被称为大地之母。相传她是最早的地上之王，后与主持天界的昊天上帝玉皇大帝相配合，为主宰大地山川女性神。由于古人认为天阳地阴，加上楚辞的流传，因此又有后土神主掌幽都的说法，这种说法也因此不易消失。东汉王奕楚辞注：幽都，地下后土所治也，地下幽冥，故称幽都。因此早在唐宋以来，古人常在建墓、上坟或举行丧礼时，也已把祀后土神相沿成俗。但是在传说神话中，后土娘娘有感于生灵死后亡魂无处可去，觉得这是天道的一个缺陷，于是就化为6道轮回，助无数亡魂重新转世，完善了天道。第2位，太乙救苦天尊。太乙救苦天尊又叫东极清华大帝，与南极玉清真王同为玉皇上帝的左右侍者。太乙救苦天尊起源甚早，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或更早以前就已经作为道教的冥界主神，在地府的法身名叫鬼王，其圣号全称为幽冥教主冥司面燃鬼王符节大帝。太乙救苦天尊誓愿救度一切众生，并且具有天界考核群仙、人界寻声救苦、冥界救拔亡魂的3重功能。在道教灵验记中记录了不少太乙救苦天尊显圣的事迹，而且据说最开始的10殿冥王就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分身所化。不过太乙救苦天尊后来渐渐淡出了阴间的权力核心，不过仍然兼着救度的职责。没办法，只有他可以将业果与地狱业力的象征血壶化为莲池，而且他做下9头狮子一声吼，能够打开9幽地狱的大门，也就是地狱的最深层。第1位，东岳大帝。东岳大帝又称泰山神，其身世众说纷纭，有金洪世说、太昊说等。在汉族民间传说中，东岳大帝主管世间一切生物出生大权的。泰山神作为泰山的化身，是上天与人间沟通的神圣使者，
是历代帝王受命于天，治理天下的保护神。中国汉族最古老的阴阳五行学说中，泰山位居东方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，也是万物发祥之地。因此，泰山神具有主生、主死的重要职能，并由此延伸出几项具体职能：新旧相待，故国安民，延年益寿，长命成仙，福禄官职，贵贱高下，生死之期，鬼魂之统。传说东岳大帝各地众说纷纭。话说东岳大帝为泰山爷，他掌管着天下365路诸神，是阴曹地府10殿阎君和18层地狱的主宰者。有些地方人们死了之后，还要去东岳面点名一说。在以上5位阴间大神中，地藏王菩萨是自愿入地狱超度那些亡魂的，虽然自身实力很强，但在阴间却没有实权。酆都大帝虽然地位不是最高的，但却是最有实权的一位，总揽着阴间大大小小的所有事。后土娘娘地位尊崇，负责的轮回乃是天道最核心的部分。他以救苦天尊长救度，和地藏王菩萨有点类似。最后就是东岳大帝，阴间的最高执掌者。俗语有云：善恶到头皆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有的报在当下，有的报在将来。任何人都难以逃离这一宇宙法则。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在亲人的悲痛欲绝中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以为人死了便一了百了，然而一切都言之过早。因为世间有诸多不平，所以才有了那深不可测而又能实现绝对公平的幽冥世界。这个幽冥世界就是阴曹地府。当一个人离开了人世，便会有鬼差押解至土地庙沟去升级，然后便长途跋涉前往酆都城，在10殿中接受审讯。根据生前是非功过接受酷刑。地狱是指关押人死后的灵魂受审受苦的地方，并且一层比一层的酷刑更重，誉为18层地狱。18层地狱的层不是指空间的上下，而是在于时间和刑法上不同。尤其在时间之上，主宰者为酆都大帝，位居冥司神灵之最高位，主管冥司，为天下鬼魂之宗。生前作恶的死后均入地狱，其魂无不隶属于酆都大帝管辖，以生前所犯之罪孽生杀鬼魂，处置鬼魂。道教宫观供奉的阎君一般多和城隍庙在一起，殿内除供10殿阎君外，大多还在墙壁上会有地狱图画，以警示后人要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以免死后受大劫难，遭大苦痛。阴曹地府设牢狱，以惩罚生前作恶之人，令其受尽苦难，以示惩戒。道教的地狱世界有4层血湖地狱、9层九幽地狱、18层泰山地狱、24层酆都地狱、36层女清地狱等等。主宰者为酆都大帝，位居冥司神灵之最高位，主管冥司，为天下鬼魂之宗。凡生生之类死后居入地狱，其魂无不隶属于酆都大帝管辖，以生前所犯之罪孽生杀鬼魂，处置鬼魂。很多人不相信因果报应之说，更不信有地狱之说法。我们无法超越3界5道轮回去关照人生，作为常人，我们无法看到地狱的惨状，因此很多人便没有了敬畏之心，因而一般的说教根本起不了作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部分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，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可能性，谁也不希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因此会尽量避免做那些有损阴德的事情，这也是人性使然。我们也知道不应该有太多的私欲，只是很多时候无法控制自己而已。而那些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的人，即已被魔所成，那问题就大了。实际上，当一个人站在望乡台上时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生前修为较好者，仙童接引，或成仙成神，或投生富贵人家；生前作恶多端且不知悔改者，经历各种严刑峻法，体验无穷无尽的痛苦。人在世间所做恶事，无论大小，在地狱皆有相应的酷刑。凡在世之人，挑拨离间、诽谤害人、油嘴滑舌、巧言相辩、说谎骗人等，死后打入拔舌地狱。小鬼掰开嘴，用铁钳夹住舌头拉长，慢慢拔下，受此酷刑之后，方可进入剪刀铁树地狱。凡在世时离间骨肉、挑唆父子兄弟姐妹、夫妻不和之人，死后入铁树地狱，树上皆利刃，
自来后被皮下挑入钓鱼铁树之上。如果在阳世犯了罪，若其不吐真情，或是走通门路，上下打点，闷天过海，就算其逃过了惩打，死后打入孽境地狱，照此境而显现罪状，然后分别打入不同地狱受罪。有的人平日里家长里短，以讹传讹，陷害诽谤他人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长舌妇。这种人死后则被打入蒸笼地狱，投入蒸笼里蒸。不但如此，蒸过以后，冷风吹过，重塑人身，带入拔舌地狱，恶意纵火，或为毁灭罪证报复，放火害命者，死后打入铜柱地狱。小鬼们扒光你的衣服，让你裸体抱住一根直径1米、高2米的铜柱桶，在桶内燃烧炭火，并不停扇闪鼓风，很快铜柱桶通红，痛苦不堪。凡谋害亲夫、与人通奸、恶意堕胎的恶妇，死后打入冰山地狱，令其脱光衣服，裸体上冰山。另外还有赌博成性、不孝敬父母、不仁不义之人，也令其裸体上冰山。卖淫嫖娼、盗贼抢劫、欺善凌弱、拐骗妇女儿童、诬告诽谤他人、谋占他人财产、欺世之人，死后打入油锅地狱，剥光衣服，投入热油锅内翻炸。依据情节轻重，探诈数变，有时罪孽深重之人，刚从冰山地狱里出来，又被小鬼押送到油锅地狱里翻炸。凡在世之人，随意杀牲畜，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上。那么好，死后打入牛坑地狱，投入坑中，数只野牛袭来，牛角顶牛体踩。若在世之人产下一婴儿，无论是何原因，如婴儿天生呆傻残疾，或是因重男轻女等原因，将婴儿溺死抛弃，这种人死后打入石压地狱，为一方形大石池上，用绳索吊一与之大小相同的巨石，将人放入池中，用斧砍断绳索。此狱颇为稀奇，就是人在世时，如果你浪费粮食，糟蹋五谷，比如说吃剩的酒席随意倒掉，或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吃2口就扔掉，死后将打入冲臼地狱，放入臼内冲杀。凡不尊敬他人、不孝敬父母、不正直歪门邪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血池地狱，投入血池中受苦。要知道，作为人身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是阎王爷给你的机会。如果你不珍惜去自杀，如割脉死、服毒死、上吊死等人，激怒阎王爷，死后打入枉死牢狱，就再也别想为人了。劝诫在世的人，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顽强地活下去。自杀是懦弱的表现。挖坟掘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折刑地狱处折。损公肥私、行贿受贿、偷鸡摸狗、抢劫钱财、放火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火山地狱，被赶入火山之中，活烧而不死，糟蹋五谷。贼人、小偷、贪官污吏、欺压百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石磨地狱，磨成肉酱后重塑人身再磨。另外还有吃荤的和尚，犯戒的道士同样如此，偷工减料、欺上瞒下、拐诱妇女儿童、买卖不公之人，死后将打入刀具地狱，把来人衣服脱光成大字形，捆绑于4根木桩之上，由裆部开始至头部用锯锯毙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